妈，可以借我点钱，给孩子看病吗？海燕哀求着婆婆，可是婆婆却一句冷漠回复没有钱。就在海燕着急上火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时，一旁的公公拿出了压箱底的300元，准备给海燕，却未料被婆婆一顿羞辱。一气之下，海燕纵身从3楼跳下，导致高位截肢，终身瘫痪。人们不禁要问，婆婆为何对儿媳如此冷漠？儿子是否会原谅母亲的冷酷行为？男子小夏和女孩海燕都来自农村贫困家庭，在打工时，同病相怜的2人很快走在一起。之后，海燕跟随小夏回到四川老家准备结婚，但小夏母亲却嫌弃海燕家里贫穷，不同意这门婚事。好在小夏父亲支持儿子，认为家里这种情况，海燕愿意嫁过来已经很不错了。于是，在父亲的坚持下，小夏和海燕才完成婚事。然而，结婚后的生活才是痛苦的开始，因为在家里不论大小事，都是小夏母亲说了算。而这次儿子婚事，父子俩未顺从他的心意，他内心憋着一肚子火。海燕是个乖巧、懂事的女孩，平时孝顺公婆，操持家务，把家里打理得整整齐齐。但她再怎么能干，却也入不了婆婆的法眼。平日里，婆婆从来不给她好脸色，总是冷言冷语，挑剔嫌弃，婆媳关系一直不融洽。但好在老公常常安慰她，并和公公一起保护她，这让她能感到一丝温暖。因此，她对婆婆选择了忍耐。没想到，父子俩维护海燕的行为，让婆婆大为不满，更加激怒她对儿媳的狠意。随着海燕怀孕，似乎日子稍微太平一些，但麻绳总挑细处断，未知的风浪正悄然而至。海燕先后生下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，但不幸的是，儿子是个脑瘫儿，女儿也得了先天性血管瘤。彼时，婆婆的讽刺、挖苦声更加不入耳，就连亲戚和邻居都听不下去。甚至小夏的舅妈曾表示，很难在这种家庭生活下去。为了给孩子看病，小夏不但花光了家里的积蓄，还欠下了外债。不得已，小夏只能外出打工赚钱，留下海燕在家里照顾孩子。可想而知，海燕在家里的艰难程度，不仅要照顾孩子、操持家务，还要看婆婆的脸色行事。尽管有公公的保护，但终究存在男女之间的距离，因此公公给予的帮助也是有限。事发当天，孩子生病，急需去看病，海燕手头没有钱，只好找婆婆借钱。可没想到婆婆竟然说，给病秧子看病是浪费，不愿意借。无奈之下，海燕只能找公公。公公毫不犹豫，从箱底里找出了300元交给儿媳，却未料一旁的婆婆却破口大骂，羞辱海燕勾引公公。平时婆婆数落海燕也就算了，但这次她却口无遮拦，诋毁海燕人品，实在忍无可忍。愤怒之下，海燕从窗口跳了出去。尽管公公眼疾手快抓住了海燕，但最终还是体力不支脱了手。最终海燕高处跌落，导致高位截肢，终身残疾。令人痛心的是，在小夏父亲全力施救儿媳期间，婆婆竟然袖手旁观，冷眼看着悲剧发生。海燕住院后，小夏急忙赶回来照顾公公，除了在家里照顾孩子外，也会去医院探望儿媳，而婆婆却一次都没有去过。小夏回来后，听说了妻子被逼跳楼的原因，又亲眼看到母亲的作为，对母亲非常失望。海燕出院后，一家4口便搬到了外面的租房屋，一个瘫痪在床的妻子，2个生病的孩子，家里的重担落在了小夏的肩上。身心俱疲的小夏一边照顾着孩子，一边还要安慰着妻子，鼓励妻子活下去。而此时，小夏母亲通过打听找上门来，希望缓和关系，但小夏根本不让母亲进门，甚至直言断绝母子关系。眼看与儿子的关系越来越差，小夏母亲担心儿子不给自己养老，于是来到节目组求助。谁知节目组调解员骇人听闻的言辞令人大跌眼镜。在节目现场，海燕坐着轮椅，哭诉着讲述自己在婆家的痛苦经历。然而调解员完全不顾海燕身体和心理上痛苦，站在道德制高点，批评小夏是个不孝子，是个白眼狼。最终这起调解案以失败告终，一家人不欢而散。
对于此家庭矛盾您怎么看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